布鲁克，你就多放一张纸做说明书吧，这实在太小了，照顾一下我都快老花了，看不清啊，这个太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玩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玩真就是这款来自于布鲁克自然级第2弹侏罗纪世界惊喜版的，第2弹叫重返侏罗纪世界啊，端了盒啊，端盒呢会必出隐藏啊，这次呢依旧是会有很多的恐龙朋友啊。载具比例明显变少了，这是个好事情。封面是我们《侏罗纪世界》第1部电影里面的新出的大反派啊，暴虐霸王龙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和风格整体的设计风格还是延续了第1弹的那种运输木箱的那种风格。至于里面配比怎么样啊，我能不能抽到隐藏，我们具体打开来一个个看一下吧。这次里面的单盒呢，依旧是这种集装箱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它封面呢变成了暴虐龙啊，这个就是小盒的样子。好，首先第一盒我收到呢就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大门边上那2个零件不算，只有一扇大门是侏罗纪世界版的大门。这个大门呢是可以开的，但是呢这个结构呢有一点点松，因为它连接背后可以看到，它只有上面这边的圆形插桩连接装好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活动，就不太满意。但是它所幸门还能开。还有个不太满意的吐槽点呢，就是它的火焰8个火焰都是铜模，最顶端的2个火焰呢也会有这样一个插桩这侧面看就会有点奇怪。总体上还算满意吧，造型还算是不错的侏罗纪世界大门我第一盒就抽到这个，就蛮有意思的，就正式进入侏罗纪的世界边上这2个零件呢一起收了吧，是在之后复制龙的套件里面所包含的原色版的复制龙。布鲁克的套路很深可以看到这个连接的关节部分呢，它是可以无限连接的，就是说你只要收足够多的复制龙，你可以把它围成一个围场。套路。好了，既然提到复制龙，我们就来看一下复制龙。这次的恐龙呢比上一弹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呢，就是它在除了眼睛之外，上一弹我吐槽它是画龙点睛的作品只点了睛，这次它在头冠一些地方呢，它还会给你多加了一些涂装，稍稍好了一点点复制龙就是这样的样子，它可以4脚着地直立行走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它是4脚着地但是这次的特别是在恐龙的几个玩具里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像恐龙这种前置部分的上臂它好像不区分左右零件了。这让我一开始在拼左右腿的时候就非常之疑惑，我不太记得之前的一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一弹我是明显发现好几款它的像这种小的上臂零件，或者说4肢零件上有一些零件它是左右共用的，不知道是我个人中奖还是我的错觉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好，复制龙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之后呢，我们继续看它的一个非恐龙，就是它的载具陀螺球，这叫什么来着？陀螺球观赏车还是蛮灵活的，的确是利用了重力感应，让它里面的座位基本上始终保持在正常水平的一个位置，非常不错。之前我好像在火柴盒玩具里面有看到过类似的出品，其实这种出品还蛮少见的。之后呢，就是载具了，侏罗纪世界的一个吉普车，但是我印象中侏罗纪世界的吉普车它还会有红色涂装的一个点缀，但是这次它就没有给出这样一个涂装，但是
只给出车前盖一个恐龙的头骨化石，背后的备用胎呢也是给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载具我们上一代也说过了，这个没什么好多吐槽的，就这样吧。你抽中载具，我不知道会有多少朋友去冲的载具了，有，但是我抽中载具的话可能会不太开心。下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幻色迅猛龙，这是唯一款和上一代同模改色的，改成型色的一个玩具吧。它的一个造型上来说和上一代迅猛龙应该是完完全全一样啊。涂装上也没有多，也是只点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这一款呢大家看过就 OK 了。之后呢就是系列的特色骨架，这次给的骨架呢是万龙的一个骨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呈现的造型还算是不错，特别是长长的脖子，它的细节非常不错。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它的一个大腿前后置的大腿零件，它好像都是同模。哇，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敷衍，或者说节省成本有点节省的过头了。看完骨架，我们来看一下有肉的这个万龙。这次可以看到头冠这边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涂色啊，上色，整体造型也是非常不错啊。前肢长后肢短，脖颈这边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可动啊，但是关节紧实度上稍稍有一点点松啊，也可能是我没有按紧啊。这次其实要压紧一些零件还挺累的。嘴巴这边呢它是可以张开的，里面有舌头和牙齿的刻画，但是呢是没有涂装。张嘴的万龙非常不错。再之后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富之龙的一个全息版，这次它的内部的关节啊也是用这种透明零件来呈现，这非常的不错啊，就不会穿帮。这样的小巧心思如果能够放到其他恐龙上也能够体现出来就好了，但是没有。这款呢是纯透明件，没有任何的涂装模具造型上呢和刚刚那个带栅栏的富之龙是完全一致的。这款呢当然是没有带出那个公园围场栅栏的零件，是有一点点可惜。再之后呢，这一弹的一个新型4足食草龙我蛮喜欢的一个甲龙啊，在电影里面也是和暴虐龙对上过了。在模具的精细程度上是没得说，背上的背甲、尾垂的那种质感的刻画，腹部的这种蜥蜴的一样鳞片的感觉都蛮不错的体现出来了。头部、眼睛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涂装瞳孔这边好像还是用高亮的气点缀的，非常不错。嘴巴呢也是可以张开一点头部角质非常的不错，而且我印象中我国的恐龙分布上甲龙也是有蛮多种类的。下一款我这次是抽到了星辉隐藏应该叫星辉隐藏不对，就小隐藏吧，是液态金属版的暴虐霸王龙这次它的眼睛这块除了做了红色涂装的，眼窝这边还会有黑色的一个涂装点缀应该是有涂装。我发现它的反光感觉是和身体其他部位不太一样了，而且这次暴虐龙它的头上的这毛呢是做了一个软胶的一个分件，非常不错。整体上来说呢，细节依旧是这个系列比较能打的一块但是呢还是那个问题，我觉得它的上臂部分呢是用了铜模零件，这是让我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而且它前爪的左右手呢是不同造型的，还算是蛮不错的。牙齿这块呢它就有一点点糊了，就没有那种锐利的感觉，这种牙齿给我感觉这个像是吃斋的，不像是食肉的。嘴巴里呢就没有涂装，只涂了牙齿这外面的一块，牙齿内部也是没有做涂装作为小隐藏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
小气了。之后就是苍龙已经出了液态金属暴虐龙了，那苍龙肯定就是普通款了啊。可以看到体积上虽然说不成比例，但是在细节上还算 OK 吧，苍斯拉的感觉是有了。眼睛这边有一个涂装啊，嘴边有牙齿细节的刻画，但是没有涂装。槽点的话呢，我就是它的关节啊，就像之前我说全息影像复制龙，它的关节是做了透明零件和整体保持一致，但是这一款呢，它的零件呢，内部关节零件是白色的，和骨架是同一个颜色，这样导致它的算它是4只吧稍微一动的话呢，这里面白色就会非常的显眼啊。如果能做成和外皮或者说它的本体一样的颜色的零件的话呢，效果会更好，当然这成本也会增加。总觉得布鲁克在这个自然级系列上是要把节约成本用到极致啊。好之后最后一款呢，就是其实拆盒的话，它只有一个三角龙龙头和一个底座来的，最多再给你一个这个所谓的纪念币，纪念币还算是不错。上一弹好像是霸王龙头骨的，这一弹就是三角龙头骨。当然，你集齐全套的话呢，它可以从暴虐龙啊、苍龙啊等等一些里面凑出它全身的一个三角龙骨架。整体效果还算是不错，当然体积上呢也会比上一弹的三角龙呢大上了不少啊。摆在一起看就明显感觉是大了一圈，这个可能是幼年体，而这个就是成年体的三角龙。嘴部可以张合，四肢呢也会有标准的可动啊。尾巴呢就根部一节可动，头部呢有不错的一个旋转幅度。这次和上次霸王龙骨架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没有和地台一个明显的一个契合位，所以说地台在这一个恐龙骨架上的定位呢，就可能纯粹是一个随便一摆就 OK 了。当然地台上也会有它的一个名字。好这一弹基本上就是这样。最后总结一下呢，我会给到一个3分的评价比上一弹有提升，但是提升不多载具的比例下降了，恐龙的比例上升了，但是如果说上一弹的恐龙它是没有做出铜模这种节约成本的事情的话，这一弹出现铜模零件来不分左右的零件的话呢，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扣分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在恐龙涂装上已经省了那么多颜色，对吧？你把卖点都放在隐藏款上，你导致你买这一套套路的性价比就很低。毕竟套路只能有一款，大概率是这种造型的。你要有这种隐藏款的话呢，代价就更大了。当然，这种隐藏款你虽然说把涂装作为卖点，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还是会省略一些涂装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涂装。套路的最大福利现在就成了拼出一个完整的骨架，但是这完整的骨架里面有2部分又是在这2款会出隐藏款的一个套件里的，这就很微妙。这就感觉说的通俗点，可能吃相有点难看，但是真的是你玩恐龙，你给门栅栏只给2片，而且不在同一套里面，就各种让你感觉这一套就是满满的套路好吧，所以说我最多只能给到一个3分的一个评价。它的3分还是依赖于它整个恐龙造型上的一个把控，相对来说细节还算是 OK， 仅仅是模具上的细节，涂装另说。涂装呢虽然比上一弹稍稍多了一点点缀呢，但是也算是进步吧，好吧不知道各位怎么看第3弹还会不会支持它呢？好吧，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